在之前一次看见意大利绝美小镇的影片发布后，收到不少好评及留言，热心提醒还有许多美丽的地方被遗漏了。因此今天制作这支影片来补遗，希望能让大家看到更多极具特色的意大利小城镇以及隐藏秘境。影片最后还有电影《神鬼战士》的经典拍摄场景，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首先，我们来到穆利诺瀑布温泉，又称蓝色阶梯温泉。它是托斯卡尼地区最著名的天然温泉，以独特的蓝色阶梯状岩石池闻名。这座温泉位于萨特尼亚小镇附近，距离罗马约2个半小时车程。这里的泉水温度常年维持在摄氏37.5度，非常舒适。水流沿着天然石灰岩阶梯倾泻而下，形成一层层湛蓝色的温泉池，就像大自然雕琢出的无边际浴池。这里的温泉富含硫磺和矿物质，能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改善皮肤状况，还有助于舒缓风湿或关节疼痛。更棒的是，这个温泉是完全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来这里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温泉周围是广阔的田野与绿意盎然的丘陵，在泡温泉的同时，还能好好享受梦幻般的意大利乡村氛围。建议在一大早或傍晚造访，避开白天拥挤的人潮，可以享受更静谧的氛围。也记得携带防滑鞋，因为石灰岩地面可能较滑。此外，这里没有更衣室或是淋浴设备，建议自备大毛巾或是换洗衣服。这里的温泉硫磺味比较重，但习惯之后会觉得很疗愈哦。接着，我们来到萨丁尼亚，这是位于意大利西南方的岛屿，是地中海的第2大岛，仅次于西西里。包内伊海岸则是萨丁尼亚最壮观的海岸线之一，以其壮丽的悬崖、梦幻的隐秘海滩、碧蓝的海水和原始的自然景观闻名。但它的许多小海湾和洞穴只能通过海路到达。其中，卡拉马里奥卢绝对是最美的秘境之一，具有独特的粉白色沙滩，以及令人惊叹的蓝绿色水域，清澈透明，从浅水区到深水区呈现不同的蓝色渐层，适合浮潜和自由潜水，能见度极佳，可以看到热带鱼还有珊瑚礁。海滩周围环绕着壮丽的石灰岩悬崖，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使这里更加的与世隔绝。另一个超级美的秘境是月湾海滩，因为它的弧形沙滩宛如一轮新月，因此得名。帕拉露娜以其柔软的金色细沙闻名，与许多由鹅卵石组成的沙滩不同，特别适合日光浴与沙滩漫步。这片海滩的水质清澈透明，是浮潜与游泳的最佳场所。卡拉露娜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就是壮观的天然石灰岩洞穴。这些海蚀洞穴点缀在沙滩上，不仅提供遮阴处，还成为摄影师与探险者的最爱。你可以坐在洞穴内，眺望海滩与无边际的海洋，享受如梦似幻的景色。科莫湖是意大利的第3大湖，湖水深达400多公尺。湖面的特别之处为英文字母倒 Y 的形状。坐落于科莫湖东岸的瓦伦纳，绝对是湖畔最美的小镇之一，拥有色彩缤纷的建筑、蜿蜒的小巷、宁静的湖畔步道以及浓厚的意大利风情。比起热闹的贝拉礁，瓦伦纳更显得静谧优雅，适合放慢脚步，细细品味。来到瓦伦纳，
一定要沿着爱之步道散步。这条湖畔步道宛如一条悬挂在湖面上的长廊，红色铁栏与湖水的湛蓝形成强烈对比，景色美得令人屏息。瓦伦纳的房屋依山傍水，层层叠叠，色彩缤纷，从远处望去就像是一幅水彩画。漫步在小镇的石板路上，每一个转角都是惊喜。或许是一家充满复古气息的咖啡馆，也可能是一处开满鲜花的阳台。瓦伦纳不像米兰、威尼斯那般喧嚣，也没有罗马的壮阔遗迹。然而，它用最简单纯粹的美，打动每一位造访的旅人。在意大利的利古雅海岸，有一座宛如梦境的海港小镇——菲诺港。这里是欧洲贵族与明星们钟爱的度假胜地，也是世界上最迷人的渔村之一。彩色房屋沿着碧蓝的海湾错落而建，游艇静静停泊，海风轻轻拂过棕榈树，带来阵阵咸咸的海洋气息。来到诺菲港，最吸引人的便是这个五彩缤纷的港湾。这里曾是宁静的渔村，如今则是奢华与优雅的代名词。漫步在石板小巷间，你可以看到精品店、高级餐厅与历史悠久的咖啡馆，让人流连忘返。在意大利北部的群山之中，有一座仿佛悬挂在悬崖上的神圣之地——科罗纳圣母朝圣地。这座圣所坐落在加达湖附近的巴尔多山之上，悬挂于海拔774公尺的悬崖峭壁，宛如漂浮于空中的天堂。这里不仅是一处信仰圣地，更是一个充满灵性与壮丽景色的秘境。科罗纳圣母朝圣地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6世纪。根据传说，这座教堂是奇迹般的出现在峭壁上的。当时来自罗德岛的一尊圣母雕像，在1522年被发现安放于这片岩壁之间，这让当地人深信这是上天的安排。随着信徒络绎不绝前来朝圣，最初的小教堂逐渐扩建成今日的壮丽圣所。如今，这座圣所宛如镶嵌在岩壁之中，与大自然浑然天成，让人惊叹于人类的信仰和工程技术如何在险峻的环境中创造出如此壮丽的奇迹。在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脉的怀抱中，有一条蜿蜒于山峦之间的传奇之路——斯泰尔奥维山口。这条公路不仅是意大利最高的铺装山道，更是全球公认最具挑战性的公路之一。无论是热爱驾驶的赛车手、骑行挑战的自行车选手，还是单纯想要欣赏极致景色的游客，这里都是梦幻般的目的地。斯泰尔维奥山口位于意大利北部，与瑞士国境交界处，海拔2757公尺，是阿尔卑斯山的第2高公路。这条公路自1820年起由奥地利帝国建造，最初是为了连接意大利伦巴底地区与奥地利而设计，至今仍保留了最初的工程奇迹。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无疑是它的48个发夹弯。这些急弯从山脚一路蜿蜒至顶峰，宛如一条盘旋天际的银龙，挑战着每一位驾驶者的技术与胆量。利拉诺是位于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的一座小镇，靠近瑞士边际，以其美丽的山景、历史建筑和著名的伯莲纳列车起点之一而闻名。伯莲纳列车连接蒂拉诺到瑞士东边的库尔，被誉为世界最美的铁路之一。沿途穿越阿尔卑斯山壮丽的景色，并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四季皆有不同的风景。
夏季可见绿意盎然的山谷，冬季则是银白色的美丽雪景，宛如童话世界。在意大利中部的群山之间，静静矗立着一座散发着神圣与宁静氛围的城市——阿西西。这里不仅是一座中世纪的山城，更是圣方济各的故乡，一个信仰与艺术交织的圣地。当第一缕晨光洒落，石板街道闪烁着温暖的光辉，仿佛在诉说着过去1000年的故事。踏入圣方济各大教堂，金碧辉煌的壁画将我们带入他的生命旅程。从富家公子到选择清贫的圣徒，他的精神至今仍然回荡在这座教堂的每一处角落。阿西西是一场关于信仰与艺术的对话，是一段穿越时空的旅程。在这里，历史仿佛停住，让每一个旅人都能感受内心的宁静与纯粹。陶尔米纳，西西里岛最美丽的山城，被誉为地中海的阳台。红瓦屋顶错落在苍翠山峦之间，湛蓝的伊奥尼亚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一切美得像从画中走出来。而这座天堂般的小镇，正是美剧《白莲花大饭店》第2季主要的取景地。剧中那座充满奢华与诱惑的白莲花度假村，正是这座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圣多明尼克4季酒店。这里曾经是修道院，如今化身为西西里最奢华的度假胜地，拥有无敌的海景露台、拱形石柱回廊与无边际泳池，让人一秒沉浸在戏剧的情境之中。然而，陶尔米纳的魅力远不止于奢华，它还是一座充满文化与历史的小镇。最令人惊叹的，非这座古希腊剧场莫属。建于公元前3世纪，这座剧场至今仍在举办音乐及戏剧表演，背景则是壮丽的埃特纳火山以及无垠的地中海，仿佛天地间最完美的舞台。如果想远离尘嚣，来到陶尔米纳的贝拉岛，一定会让你十分惊艳。这座小岛与本岛之间的细沙步道，随着潮汐时隐时现，仿佛通往梦幻世界的桥梁。这里的海水清澈见底，是浮潜与海滩度假的天堂。圣殿之谷是西西里岛最壮观的古希腊遗址之一，它位于阿格里真托，1985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以其壮观的古典建筑和悠久的历史吸引游客。建于公元前6到5世纪，当时阿格里真托是古希腊殖民地阿克拉加斯的重要城邦。这里的神殿象征着该城市的繁荣与宗教信仰，其中康科迪亚神殿是保存最完整的神殿，拥有34根壮观的柱子，受到良好的保护。阿格里真托的神殿之谷是西西里岛最震撼的古迹之一，不仅能欣赏到希腊文明的辉煌，也能沉浸于1000年历史之中。如果你对古希腊建筑与神话故事感兴趣，这里绝对是必访之地。如果说托斯卡尼是一幅画，那么欧齐亚谷便是这幅画中最柔美的一笔。这片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山谷，以起伏的绿色丘陵、蜿蜒的柏树小径、古老的农庄与中世纪小镇闻名，仿佛是时光凝结的世外桃源。
它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更是无数画家、摄影师与电影导演梦寐以求的取景地。其中2000年上映的经典电影《神鬼战士》Gladiator 便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不朽的画面。当主角 Maximus 缓缓走向他的家园，指尖轻轻拂过金黄色麦田的场景，正是欧齐亚库内皮恩扎小镇附近拍摄，成为影史上最令人动容的瞬间之一。提到皮恩扎小镇，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镇，也是这片田园诗画的灵魂。这座小镇于教宗庇护二世在15世纪重新规划，成为当时理想城市建设的典范。漫步在这座精致的小镇，每条街道、每座广场都流露出文艺复兴的和谐之美。在这里，每一片麦田，每一座古老建筑都诉说着意大利的历史与文化。而当你站在那片金色麦田上，或许也会像 Maximus 一样，感受到回家的温暖与宁静。如果你向往托斯卡尼的静谧与浪漫，这里将是你此生必访的梦幻之地。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你的鼓励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我们下期见，拜拜。